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讲量子计算机。在没有计算机之前，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是通过人工或者简单的机械来帮助我们计算以及记录。当我们发现旧的方式太费力，而且效率低下时，就想到借助新的工具来处理。计算机的革新就是当我们的人力或者机械计算遇到瓶颈时，我们不断地利用新的物理规律来解决数学问题。而我们之所以要不断提高计算能力，是因为我们解决难题的过程是先把所有的事物数字化，再通过计算机来模拟事物。计算能力越高，可以模拟的事物就越真实。试想一下，我们在使用算盘算数的过程，我们人为的规定一个算珠的含义，个位上一个珠字代表数字1，十位上一个珠字代表数字10。我们把珠子这个物理事物转化为数字信息，因此可以计算。计算机的处理过程也是一样，也有一个把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的过程。为了搞清楚量子计算机的运作原理，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计算机是怎样运作，怎样利用物理规律来高效处理信息的。易经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我们来看一下易经里的64卦图，这个是阳爻，这个是阴爻。64卦分别是由6个爻以不同的排列方式组成，一共有2的6次方种组合，正好64个。而这种思想的精髓就是利用2个稳定的对立状态来描述所有事物。有了描述所有事物的模拟信息，接下来就是把它们数字化。1679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借鉴易经思想，把阴阳变成数字信息。古老的东方智慧与西方逻辑数学相结合，便产生了二进制。莱布尼茨用数字0和1充当2个稳定的对立状态，即所有的数字都可以由这2个符号来表示，并通过逻辑关系来完成数学运算。十进制是满10进1，二进制是满2进1。我们试想一下，怎样在十进制系统中表示数字，如2034可以写作2乘以10的3次方加0乘以10的2次方加3乘以10的1次方加4乘以10的0次方。同样，在二进制里，1011则表示1乘以2的3次方加0乘以2的2次方加1乘以2的1次方加1乘以2的0次方，所以1011等于11。我们做一个二进制的加法示例，1011加1001，也就是十进制的11加9。第一位2个1相加等于2，满2进1，和写作0。第二位也是2个1相加得2，进一位，和写作0。第三位0加1等于1。第四位1加1等于2，满2进1，和写作0。第五位为1，最终结果为10100。这个数字化为十进制等于20。也就是说，二进制也有逻辑运算法则，有了可以表示所有数字的0和1，也有了二进制运算法则。接下来就是利用一些逻辑组合来实现自动化运算。这些逻辑组合就是为了实现我们刚才做的这2个数的加和过程，也就是不需要我们去动脑人工计算。我们要做出一个计算工具，只要给它一些初始值，它就能自动输出结果。我们先来介绍二进制里几种简单的逻辑组合，然后尝试着做一台人肉计算机。我们用 A 和 B 状态来作为输入，当输入全部为1时，输出为1，其余情况全部输出0，这叫与门。当 A 和 B 全部为0时，输出为0，其余情况全部输出为1，这叫或门。当 A 和 B 相同时，输出0，当 A 和 B 不同时，输出1，这叫异或门。输出和输入始终相反，这叫非门。这是几种基本的逻辑组合，通过这些基本组合搭配，我们可以实现所有计算。为什么会有这些逻辑门？我们返回来看一下二进制的加法计算就知道了。做加法时，我们要的是输入2个值后读取最后的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除了要记录每一位的加和外，还要记录一个进位值，这个值要么是0，要么是1，然后把这个进位值作为后一位的输入值与其他输入值的和相加。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位的加和其实就是一个异或门的输出。2个1或者2个0相加，和输出都是0，否则输出1，这就是一个异或门逻辑。而进位其实就是一个与门逻辑，2个都是1才输出1，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一位数的加法器，也叫半加法器。就是这样 ，S 是加和的值 ，C 是进位的值。我们看一下多位数加法，当输入的2位数加和产生进位，或者这个加和与进位的和产生进位时，则这一列最终就会产生进位。所以要在2个加和的进位后加一个或门。在这个全加法器图中，红色半加法器是输入2个一位的加法，蓝色半加法器是输入2个一位的加和与进位的加法。
这两个半加法器只要有一个产生进位，则这一列就会产生进位，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加一个或门，然后再把 C out 作为下一列的 C in， 以此类推，这样就完成了全加法器。全加法器的运行效果就是这样。最终，我们记录每一次的加和 S 值组成的二进制数，从而读取到计算结果。接下来，如果我们把全加法器里的输入位和逻辑门全部换成手里举着牌的活人，那就组成了一个人肉计算器。他们要么举起数字1，要么举起数字0。输入位的人按照给定的数值，一轮一轮地展示二进制的每一列。第一轮进位处的王3举数字0，因为第一列计算时没有进位值。逻辑门处的人根据自己的职能展示，比如充当异或门的王4，只要看到输入位的王1和王2举的数字一样，那他就举0；只要不一样，就举1。充当与门的王6，只要看到王3和王4同时举1，他就举1，否则举0。记录每一轮王9展示的数值，组成的二进制数就是最终的计算结果。这就是计算器的一套加法逻辑。我们把人举牌换成任何其他稳定的对立状态物件都是一样的，比如阴爻、阳爻、大小石子等。光盘就是利用平和凹两种对立状态来记录数据。其他的减法、乘法、除法，甚至任何复杂的数学计算，都是通过给这种物理元件内置运算逻辑来实现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算法组成了一台完整的计算工具，于是我们就实现了通过物理逻辑来完成数学运算的目的。接下来就是各种迭代升级，提高运算效率。要提高运算效率，就要有新的物理规律来取代输入位和逻辑门。在了解了电知识后，我们发现用电路的通和断这两种稳定的对立状态可以充当输入位，叫比特位。通断对应的就是电平的高和低。一般我们规定5伏是高电平，0伏是低电平。同时把电元件按照一定的逻辑组合起来，可以充当电逻辑门。用 A 和 B 两个开关表示输入位，高电平数字化后为1，低电平数字化后为0。用灯泡的亮和灭来表示输出电位。与门就相当于两个开关串联，只有当两个开关全部闭合时，灯泡才会亮。同样，其他几个逻辑门也可以由不同的电路构建。再回到加法器，我们输入需要计算的数值时，等于只赋予了 A 和 B 的高低电平。要自动完成计算，还需要控制其他逻辑门里开关的闭合。于是，我们就用到了新的物理规律和物理元件——电磁感应继电器。1831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把一个不带磁的铁环绑上线圈通电，这个组件就变得有了磁性，可以吸引磁铁。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通电及闭合的自动控制开关。这就是继电器。有了继电器，我们就可以组合出自动的逻辑门，比如这样一个由继电器组合的与门，当触点 A 和 B 同时接通，灯泡才会亮。同样，其他逻辑门电路也可以由继电器来组合完成，进而做出全自动的加法器，进一步提升计算效率。这就是一个由继电器搭建的8位加法器。右边的灯会表示计算结果的二进制数，这就比人肉计算效率要高了很多。当然，这也只是一点简单的计算逻辑，但再复杂的计算也都是由最简单的计算逻辑叠加而成的。最早的计算机就是用继电器实现逻辑控制的，它多达76.5万个组件和300多万个连接点，总线长达到了804公里。虽然很庞大很繁琐，但计算效率相比之前也是大大提升了。从那么庞大的计算机到我们今天握在手上的手机，这种进步得益于半导体。继电器实现了用电流的通过来控制开关的闭合，而半导体不仅具有这个功能，还对经过的电流具有方向上的控制。它可以实现不同线路的电流间相互控制，可以通过 A 线路的电流来控制 B 线路的开关。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是怎么样工作的。纯净的4价原子的晶体，原子之间会形成这种共价的电子对儿。在温度的影响下，有些电子会离开共价键的位置，成为游离的电子。这个空位置失去了电子，所以带正电，我们称为空穴。但是在纯净的4价原子晶体内部，游离的电子和空穴浓度都非常小，所以导电性极差。如果我们往里面掺5价或者3价的原子，就会使游离的电子或空穴的浓度提高。当我们在同一块晶体板上的不同位置分别掺杂5价和3价原子时，在它们的接触面就会由于两边电子和空穴的浓度不同而发生扩散，最终会在接触面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区域。如果我们加外部正向电压，则这块晶体就会导电；如果加反向电压，则这个平衡区域就会变大，但不导通，除非逆向电压足够大。这就是最简单的半导体。这个平衡区域我们称为 P-N 节。通过不同类型的 P-N 节排列，我们可以组合出各种功能的半导体。比如只允许单方向导电最简单的半导体就是二极管。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可以把它比喻成左边的机械结构。这种结构电流只允许从左到右流动。再比如这种常见的三极管，它的功能可以比喻成左边的机械结构，就是只要 B 端到 E 端有电流通过，那么 C 端到 E 端就会有电流通过，也就是垂直线路的通断受这条水平线路电流的控制。右边是它的电路符号，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只要当这个箭头方向存在电流，则垂直线路就通。还有这种常见的三极管，它的功能同样可以比喻成左边的机械结构，就是只要 C 端到 B 端有电流，则 C 到 E 就有电流。右边是它的电路符号，同样可以理解为只要箭头方向存在电流，则垂直方向就通。理解了上面两种三极管半导体，我们就可以搭建出简单的逻辑门电路。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三极管搭建的与门电路。在这个与门电路里，我们记住，两个三极管只要箭头方向有电压差，垂直方向就导通。当 A 和 B 输入高电平1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输出的电平 A 输入高电平，则左边这个三极管导通，相当于右边的三极管左侧直接接地。又因为 B 也是高电平，所以右侧三极管导通，输出端就等于 B 点的高电平，也就是输入两个1，输出也是1。当 A 是1，B 是0的时候，左边三极管导通，右边三极管没有压差不通，则输出端为0。另外两种情况也是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说了。有了基本的逻辑门电路，就可以组合出加法器和其他的计算逻辑，从而做成计算机。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开发了一种具有放大作用的半导体器件，就是晶体管。当晶体管逻辑电路搭建在晶片上时，就制成了集成电路。这两个标志性的技术飞跃，直接推进了计算机的革命性发展。通常，我们把一些连续的信号定义为模拟信号。打个比方，比如声音，我们发出的声音就是一段段振动传播的波，它是连续的，在每一个时刻都对应一个有意义的强度。当计算机接收到我们发出的模拟信号时，首先会对这个信号放大，然后把它数字化，把这段波分成多个小段，每段的声音强度都标记为一个二进制数。图片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把电脑上的图片放大，会看到一张图片是由很多的小像素点组成的，计算机储存了这些像素点的颜色所对应的二进制数。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第一，数字信号不是连续的，它在近似地表示我们输入的模拟信号。第二，对模拟信号细分的越多，就越能精确的转化，仿真度也就越高，同时对计算机的数据资源占用的也就越多。而视频就是连续切换的图片，原理也是一样。1960年代的一个芯片上只能集成数十个组件，随着集成化程度不断的提高，我们现在通过利用硅表面的微小结构来实现电路逻辑。一个很小的芯片上的组件数量已经达到100亿级别，即使再复杂，芯片的底层逻辑仍然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二进制算法，只是通过不断的增加电路复杂程度来提高计算机性能。然而，随着电子通过逻辑门的数量越来越多，计算机工作时温度会随之上升。我们前面说过，在制成半导体的过程中，我们人为的增加了自由电子和空穴的浓度，来使晶体增加可控的导电性。当温度升高，电子逃离共价键的概率增加，这使得游离电子和空穴的数量都变多。由于多一个电子的同时，就会多一个空穴。比如，我们人为掺杂后，本来有10个自由电子和1个空穴，当温度升高，变成了13个自由电子和4个空穴，就说明温度对自由电子的浓度百分比变化影响要远小于对空穴的影响。这使得温度对半导体的导电性有一个逆反馈，所以半导体的性能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得不稳定。这使得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又遇到了瓶颈。同时，传统的计算机无法进行数字的分解运算和一些大的生物分子模拟，我们还有很多待解决的计算问题，这就又对计算机的性能提升有了新的要求。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传统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假设现在有100个开关，或者可以理解为100个位。这100个开关是闭合状态还是断开状态，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但是假设我们可以确定这100个开关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全部闭合或者全部断开，也就是这100个开关的状态全部都一样，这种情况我们称为恒定状态。第二种情况是有50个闭合，另外50个断开，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平衡状态。现在计算机的任务是验证这100个开关到底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我们只是用开关打个比方，开关的数量多少也不重要。现在我们只是要确定系统是恒定的还是平衡的。这里的通和断可以类比是传统计算机里2种比特位的状态，分别是1和0。
而传统计算机没有办法一次性验证这100个到底全是1或0，还是一半是1，另一半是0，只能一个个去试。而要一个个去试的话，最多要试51次。如果前面50次尝试全是相同的状态，第51次也相同，那么才可以判定系统是恒定的。如果第51次不同，才能判定系统是平衡的。当然，运气好的话，最少只需要2次尝试。但即使算平均次数，这种方法也足够给传统计算机带来很大挑战。接下来，我们尝试用新的物理现象来解决这类问题。如果我们观察水中波源振动频率相同的2个波，它们在传播的过程中相遇时，振动方向相同的地方运动会加强，振动方向相反的地方运动会减弱。加强的地方和减弱的地方相互间隔，形成了这种明暗相间的条纹，这叫干涉，是波的一种特性。光也具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认为光具有波动性。1873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描述了电场和磁场的变化会相互影响，这导致存在一种电磁波，其中电场变化的方向与磁场变化的方向垂直，并且电场和磁场变化方向都与波的传播方向垂直，这是带电微粒的振动引起的。我们今天所说的电磁辐射、无线电以及光，全部都是这样的波。这个振动的幅度称为振幅，振动的快慢对应的是频率。现在我们假设有一束光正在面对我们传来，由于电场和磁场变化是同步的，我们只看电场的变化情况。当然，电场的变化方向也可以是任意角度的，但任何一束光的电场变化方向都可以分解成2束相互垂直的分量。能量关系满足勾股定理。如果电场只存在水平方向的分量，而竖直方向的分量为0，那么我们就说这束光是水平偏振的。在20世纪初，经典的物理学一直认为光是连续的波，光的能量只与光强有关，也就是振幅越大，光的能量就越大，并且一个热力平衡系统内部的能量分布是均匀的。但是对于电磁波能量的这种理解无法解释黑体辐射的实验结果。宇宙中所有物体都会由于电子和原子这些带电微粒的振动而吸收、发射和反射电磁波。比如一个红色气球，就是因为它吸收了所有其他颜色的光，而只反射了红色的光，所以呈现红色。而红灯呈现红色，则是因为它本身就发射红色的光。科学家为了只研究一个系统发射电磁波的规律，而不受该系统反射波的影响，所以构建了一种近似只发射电磁波而不反射电磁波的黑体。因为没有反射电磁波，它吸收的电磁波能量等于发射的电磁波能量，从而达到一种动态的热力学平衡。比如一个白炽灯泡就可以近似的看作是一个黑体，它发射的光要远远大于反射的光。如果加热一个黑体，可以类比成加热一个白炽灯丝，它在不同温度下辐射的能量与波长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图。波长就是一个完整振动周期电磁波传播的距离，跟频率是反比关系，也就是振动的越快，一个周期完成的就越快，波长就越短。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黑体在各个温度下高频振动发出的能量会逐渐趋于0，也就是高频振动基本不会发出能量。如果用经典物理解释，微粒振动的能量与频率无关，而整个黑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又是均匀连续的，每个振动频率都应该具有相同的能量。而且根据经典物理理论，黑体内部高频振动的微粒数量要远远高于低频振动的微粒数量，是指数倍的，而且没有上限限制。综合下来，因为高频振动的微粒要远远多于低频振动的微粒，而且系统能量分布是均匀的，不管哪种振动频率的微粒所具的能量都是一样的，所以黑体辐射的能量和波长关系的图应该是这样的：在高频时能量趋于无限大，这显然不可能。如果是这样，随便一个黑体都有无限大的能量辐射，我们早就被白炽灯消灭了。这就是20世纪之前物理学界没能解释的一个现象。如果这个不好理解，还有一个更明显的现象无法用经典的物理学解释。我们将一束光先通过一个水平偏振片，光在竖直方向的能量会被吸收，那么这束光就会变成一个水平偏振光。再放置一个竖直偏振片，那么这束光就完全被遮挡了。这很好理解，因为任何一束光都可以分解成相互垂直的2个偏振光。但如果我们在2个偏振片之间再加一个45度角的偏振片，那会出现一个反常现象，就是光又能通过最后一个偏振片了。这很诡异，但这就是事实。为了解释黑体辐射，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每个振动频率都具有相同能量的经典观点是错误的，而能量是不连续的，存在最小单位，也就是能量子，而量子的能量大小恰恰取决于振动的频率。满足这个数学关系，E 是量子的能量，F 是振动频率，
h 是一个校准常数，叫做普朗克常数。而任何其他的能量都是由很多这样一份份的能量子组成的，它们只能是这个最小能量单位的整数倍。普朗克说，因为频率很高，所以高频能量子的能量很高。在一个有限的温度下，电子如果没有达到一份能量子的能量，它根本就不会振动，也就不会发出任何的能量。意思就是一个微粒要想振动，必须满足最低能量需求，因为没有比一份能量更小的振动。而随着频率升高，这变得越来越困难，能达到要求的微粒数量也就越来越少。这就是图左侧收敛的原因。到了1905年，爱因斯坦又解释了赫兹发现的光电效应。赫兹发现用光去照射金属表面，金属表面会溢出电子，也就是光能转变成了电子的动能。他发现只要频率达到某一值后，即使光再弱，电子也会溢出，而且没有延时。相反，如果频率低于该值，即使光再强，电子也不会溢出。这和能量只与光强有关的传统理论是相悖的。爱因斯坦用普朗克的量子理论解释了光电效应。他说，光的能量也是一份份的，等于普朗克常数乘以光的频率，而一束光的强弱是组成这个光束的光子数量决定的。即使光再弱，只要单个光子能量够高，就可以使电子溢出。相反，如果单个光子的能量不足以打出电子，那么再多的光子也不行。能量的量子说打破了传统的能量连续理论，又同时解释了黑体辐射和光电效应，这就是量子学说的开端。那么问题又来了，我们知道光量子是光能量的最小单位，它已经不可再分，也就是没办法将一个光子看成是数值和水平分量的叠加。如果我们使一束45度偏振光通过一个数值偏振片，它将损失数值方向的那一半能量。那么如果我们使一个45度角偏振的光子透过一个数值偏振片，又会怎么样呢？因为光子不可再分，那么它是会全部通过呢，还是全部被遮挡呢？现实里的实验结果是，有一半的概率光子会全部通过，通过后它会变成水平偏振的光子，而有一半的概率光子不会通过。而单次通过和不通过完全是随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量子叠加现象。在没有放置偏振片的时候，这个量子既能通过，也可能不能通过。一旦放置了偏振片，它就坍缩到其中一个态，通过或者不通过。把一束光看作是很多光量子的集合，光量子的这种叠加属性也成功的解释了在两个相互垂直的偏振片之间再加一个45度角的偏振片后，光又能通过去这种诡异现象。光束里的光子一旦通过第一个水平偏振片后，全部会变成水平偏振的光子，无法继续通过一个数值的偏振片。如果中间加一个45度角的偏振片，那么水平偏振的光子会有一半的概率通过而变成45度角偏振的光子，另外一半会被遮挡。通过的45度角偏振光子在经过数值偏振片时，又有一半的概率可以通过而变成数值偏振光子，最终是有 25% 的光子透过第三个偏振片。而这种现象用传统的物理理论也无法合理解释。那么前面我们说到，判定一个系统是恒定状态还是平衡状态，传统计算机需要多次尝试。我们再来看一下量子现象是如何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在量子力学里，我们用通过偏振片表示1，不通过表示0。那么要完成同样的判定，问题就变成了判定一个偏振片到底是水平偏振片和数值偏振片的一种，还是一个45度角偏振片。水平偏振片和数值偏振片表示的是恒定，因为如果我们发射水平偏振光，则光恒定通过或者恒定不通过，而45度角的偏振片允许水平偏振光一半的概率通过，一半的概率不通过，这表示的是平衡。那么要验证偏振片到底是水平偏振和数值偏振其中的一种，还是45度角的，只需要将一束光先通过一个135度角的偏振片，穿过的光子会全部变成了与45度角垂直的偏振光。那么在经过要验证的这个偏振片时，如果透光，则说明是水平和数值中的一种，也就是恒定的，因为135度偏振光均有一半的概率透过水平和数值偏振片。如果不透光，则是45度角偏振片，也就是平衡的。利用量子效应判定恒定和平衡只需要一步，这对比传统的计算速度有了非常巨大的提升。虽然量子效应这个明显的优势算法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这正是证明了量子计算机有巨大计算效率提升的重要开端。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量子计算的优势仅仅体现在一些特定的计算里，而这些优势恰恰是利用了量子的特殊物理效应。但是由于量子计算机很难模拟和分析，研究人员根本不知道怎样去执行其他大部分的算法来解决相应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上述光量子通过的45度角偏振片改成22.5度角，实验的结果是光子通过概率变成了85%，这正好是光子在数值方向的分量 cos 22.5度的平方。也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向量表示光束，它的水平和数值分量的平方代表的是这束光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分能量，而用一个向量表示一个光子的时候，这两个值就变成了光子在这两个方向上拥有其全部能量的概率。这两个概率相加和正好等于1，就像我们用数字0和1表示传统的计算符号一样，我们用这种形式来表示一个量子。阿尔法和贝塔表示量子在水平和数值方向的分量，阿尔法平方表示光子在水平方向偏振的概率，贝塔平方表示光子在数值方向偏振的概率。阿尔法平方加贝塔平方等于1，这两个箭头表示的是偏振方向，同样可以用数字0和1来表示这两种状态。我们再简化一下，把量子的状态写成向量的形式，就是一个两行一列的矩阵形式。这个状态表示光量子的水平偏振概率为1，也就是一个水平偏振的光子。这个正好相反，表示一个数值偏振的光子状态。而这两个都表示45度角偏振的光子，它在两个方向上偏振的概率均为50%。再把光的偏振情况复杂化和通用化一些，就能涵盖所有的量子状态。我们说，任何一束光都可以看作是两个相互垂直分量的叠加，但是这种沿对角线波动的光束，它的两个分量都具有相同的振幅和出相位。如果两个分量恰好具有90度的相位差，并且它们的振幅相同，那么它们的叠加就会是一个圆偏振光。如果振幅不同，就会是一个椭圆的偏振光。在量子领域也是一样，一个光量子如果看作是两个具有90度相位差的分量叠加，这个光子也会是圆偏振的。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量子计算机所有状态的单一量子位可以可视化为一个单位球面上的点，这个球我们称为布洛赫球，球面上的每个点都对应表示某一个状态的量子位。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平面向量都可以表示为这样一种形式，而我们在表示量子的向量里经常看到这样一些形式，它们存在虚部，看上去很复杂。大家只要理解，这其实是为了把波所有的关联量，包括相位差和振幅，都表示在一个表达式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三维空间图上直观地表达出更多的变量，所以就引入了复数来表示，并且可以用于数学运算。我们类比一下数字电路里的逻辑运算，就是把各个比特位在0和1之间转换。同样，量子计算机的运算实质上也就是在所有状态的量子位，也就是对布洛赫球面上的点之间进行转换。而这个转换的数学理论基础就是线性代数里的矩阵相乘，对应数字电路里的逻辑门，我们把这些矩阵称为量子门。现在我们通俗的类比一下矩阵相乘的含义。假设有一个菜农有2车菜，分别装有土豆、番茄和茄子。第一车有30斤土豆、20斤番茄和50斤茄子，第二车有70斤土豆、80斤番茄和50斤茄子。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数的集合形式来描述这2车菜，这就是矩阵，写成这种2行3列的形式。另外，它可以把这2车菜分别卖到 A 市场和 B 市场。A 市场3种菜的单价分别为土豆10元美金、番茄20元美金、茄子30元美金。B 市场分别为土豆10元美金、番茄25美金、茄子25美金。同样可以写成一个3行2列的矩阵形式。矩阵相乘的含义就是这2车菜分别卖到2个市场的总金额。这2个矩阵相乘就是第一车菜在 A 市场的总售价，我们写作新矩阵里的第一行第一列。第一车菜在 B 市场里的总售价，写作第一行第二列。第二车菜在 A 市场里的总售价，写作第二行第一列。第二车菜在 B 市场里的总售价，写作第二行第二列。这就是矩阵相乘的含义。而我们用来表示量子位的一个向量，其实就是一个2行1列的矩阵。当我们用一个2行2列的矩阵组成这个量子位的向量时，最终会得到一个新的2行1列向量，也就是一个新的量子位，从而实现了量子位的转化。这个组成的矩阵我们称为量子门。量子门运算的可视化就是对向量在布洛赫球面上做旋转。这是几个常见的量子门。第一个是量子非门，也叫泡利矩阵。我们看一下，它组成水平偏振的光子正好是原量子位的反转，所以量子非门会对单个量子比特位向2个态坍缩的概率做反转。这个是哈德玛门，它可以将量子比特重新置于叠加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量子比特各以50%的概率向2个态坍缩。这2种门都是针对单个量子比特的运算操作。在数学上，我们定义了向量的张量积，这可以用于2个量子比特的状态描述。比如
这样两个状态的量子比特的张量积是一个一行4列的矩阵。AC 代表的是两个量子比特都坍缩到0，AD 表示0、1，以此类推。因为这两个量子比特会坍缩到这4种状态中的其中一种，所以这4个数的平方和等于1。另外还有一种常用的受控量子门，也就是第二个量子比特位的输出状态取决于第一个量子比特位的输出状态。从上面关于量子门的介绍可以看出，一个量子比特处于0和1的叠加态，两个量子比特处于00、01、10、11 4个量子位的叠加态，以此类推 ，n 个量子比特处于2的 n 次方个量子态的叠加态。这相对于 n 个传统的比特只有一个固定的状态相比是巨大的优势。然而，确切的知道一个量子比特状态的方法是进行一次观测，但观测会使叠加态坍缩变成一个确定的状态。这样的物理现象导致量子计算结果是不确定的，它有一定的概率输出一个错误的结果。在实际的应用中，需要额外的手段来验证输出结果的正确性。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量子计算的计算过程其实就是：1. 输入量子比特；2. 量子门修改量子比特状态；3. 观测最终的量子位状态作为输出。现在也有一些提供量子编程的比较成熟的平台，来让开发者们实现已有的优势算法和进行算法创新。但目前的技术在这3个层面上都存在很多难题。虽然除了光的偏振，还有电子的自旋、非线性振荡器的基态和激发态都可以用作量子比特。但目前我们仍然很难保证量子处于多态叠加的稳定性。另外，量子门的物理实现以及观测后额外的验证方法，还有量子计算优势算法的创新，都是我们待突破的难题。但在前面的事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凸显量子计算优势的新算法的开发，要从量子的特殊物理现象着手，再抽象成数学规律。近几年，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速度似乎变得越来越快，相关的一些技术革新，以及量子计算机的物理实现进程，还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量子计算优势的量子傅立叶变换和绍尔算法，我们以后会在视频中加以跟进。好，关于量子计算机，我们就讲这么多。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点赞、评论、转发，谢谢大家。